大家好，我是心源。这期佛陀的开示讲得太深奥了，这可不是佛陀对当时那些普通的弟子所讲的，这是很多佛国世界智慧高远的大菩萨们从他方佛国来到佛所，代表众生问佛的。虽然高深，但如果找一个安静无人打扰的环境，专注的听，还是能听懂的。要知道，佛不对佛说法。我尝试了一下用语音软件听读，只要听几分钟，这里面环环相扣深奥的智慧，会让你有一种进入禅定的感觉。软件读得太快，所以还是我发心亲自给大家读诵。但如果你此刻环境不适合听经，建议还是收藏订阅一下频道，等安静下来再收听。现在就言归正传。一时，佛陀安住在佛国清净世界里，佛的智慧和功业散发出巨大的光明，光明所及之处，到处珍宝罗列，璀璨夺目，交相辉耀。有无量无数的大菩萨从其他佛国世界中赶来聚会，这些大菩萨都坚持以成佛教法作为自己的修行方法，认为同情众生、帮助众生、救济众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他们根据切实的修行成佛的教法，在他们心目中，一切众生都是平等无差别的。他们当中有解甚深密意的大菩萨，有如理请问大菩萨，有法涌大菩萨，有善清净慧大菩萨，有广慧大菩萨，有德本大菩萨，有圣意生大菩萨，有观自在大菩萨，有慈氏大菩萨，有曼殊师利大菩萨等。这些菩萨是当时集会中最重要的一些大修行人。当时广慧大菩萨禀告佛陀说，世尊，您曾经说过有透彻了解精神活动奥秘的菩萨，现在我想知道究竟怎样才算了解了精神活动的奥秘呢？与那真理相应的佛究竟根据什么可以认可菩萨证悟的阶次？他们已经深深领会了心灵世界的奥秘呢？当时世尊告诉广慧菩萨说，广慧，你问得太好了，你今天能提出这样深奥的问题来，我知道你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为了让他们获得利益安乐才提出来的。你同情那些无穷无尽世界上无量无数的苦难众生，你想用真理救济他们，让他们都能真有所获。你现在要依心谛听，我要为你分析心灵世界的奥秘。广慧，你应当知道，在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六道中生存状态里流转变化的一切生命，都要根据其过去行为的牵引力，而在新的形式下开始其下一期的生命。他们取得生命的方式有4种，有的是在卵中孵化而出的，有的是在母胎里孕育而生的，有的是通过潮湿发酵或霉变产生出来的，还有的是靠修行力量牵引出新的生命。生命发生的具体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在2期生命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那过渡阶段的身体是由极细微的物质构成的，它包含在拥有各种潜能的深层心理意识。这深层心识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它引发现实生命的潜能在逐渐成熟。此后，通过诸如父母交合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和作用，生命潜能就会进一步增长、扩大，变得有力量，能统摄住2种事物，把它们领会为自己的所有物，把它们作为认知对象，并且对它们产生出内在的感受来。被这层心识领会为感知物件的这2种事物是：其一，5种物质性的感觉器官以及感觉器官所依据的肉体。深层心识把感觉器官和肉体领会是自己生命整体中的一部分，因此对它们产生感受。其二，深层心识既有了自己的感知对象，也有了对对象表述对象的名称之间的分别。随着名称和名称表述的对象之间的区别，也就进一步产生出命题和判断来。
有了命题和判断，接着也就产生出种种的观念、种种的学说来。这些名称、判断、观念和学说，有的是上期生命活动滞留下来的，它们作为潜在势力在深层心识里盘踞着；有的是随着身心的发育，随着生命活动展开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它们也落实到深层心识中，化为心理上潜在的力量。现在深层心识也把这种种心理上的潜在力量领会为是自己生命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对它产生感受。以上说的是欲念世界中拥有潜能的深层心识之一般状况。在没有欲念但有肉体的生命世界里，此种潜能心识仍然包含上两方面的内容。到了既无欲念又无肉体但残存思想活动的生命世界里，潜能心识在内容对象上就有了一些变化。广会，深层心识也可以叫做直持识。为什么把它叫做直持识呢？因为它始终追逐着身体的一切活动，身体在哪儿，它也就在哪儿。它把身体中的感觉器官和肉体统摄为一个整体，从而才使生命的一切活动表现为某一生命的活动。深层心识也可以叫做藏识。为什么把它称作藏识呢？因为它把身体活动统摄着，对身体的一切活动都能产生感受，就好像身体是藏在它的框架中似的，同时它又像隐藏在身体中似的，它与身体同安共危。深层心识也可以叫做心。心是什么意思呢？心是聚集、升起的意思，就是说由于这个心识，就能把视觉可及的颜色、听觉可及的声音、嗅觉可及的香气、味觉可及的味道，以及触觉可及的细滑、冷暖等一切事物都储藏起来、收集起来，使它们在精神结构里稳定地积淀下来。而一旦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些积集在深层心识里的事物又会滋生出来、显现出来，而这也就是表层心识活动的发生过程。广会，让我们对表层心识活动的发生过程做一个更仔细的观察，以支持身体的心识作为依靠之处，这个生命活动的统摄者就会使表层心识的现实活动成为可能。具体的说，表层心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六种心识。六种表层心识发生现实作用的情况是这样的：以眼睛这一视觉器官和视觉可及之颜色、物体作为条件，就会产生出眼识视觉活动来。随着视觉活动的展开，在同一时间面对共同的感知对象，就会对感知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和判断的意识产生出来。同样道理，以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以及听觉可及之声、嗅觉可及之香气、味觉可及之味道、触觉可及之细滑冷暖作为条件，就会产生出耳识听觉活动、鼻识嗅觉活动、舌识味觉活动、身识触觉活动。同以上感觉活动一起，伴随着诸种感觉活动，在同一时刻面对同一感知对象，就有对感知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和判断的意识活动产生出来。广会，如果感知活动发生时只有视觉功能的展开，那么此时就只有一个能分析、整理、判断的意识与这个视觉功能一起展开。如果感知活动发生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视觉的展开，而且其他诸种感觉活动也同时展开着，那么此时仍然只有一个能分析、整理、判断的意识与诸种感觉活动同时展开。广会，生命现象中精神活动的这种展开是比较难理解的。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一片巨大的水流，在此湍急的流水中，如果引发一个浪花的外部条件存在，那么就会有一个浪花从平整的水体中飞溅而出。
如果引发2个浪花乃至多个浪花的条件存在着，那么就会有2个浪花乃至多个浪花从水体中飞溅出来。可是不管浪花是多是少，也不管每一个浪花的升起还是消灭，那整个一片巨大的水流始终延续着。作为一个整体，它稳定的存在着，绝不会有间断，也绝不会有终结。再比方说，就好像有一个擦得很干净的镜子，如果有产生一个影像的条件存在，此时镜面上就会呈现出一个影像。如果产生2个乃至多个影像条件存在着，那么镜面上就会呈现出2个乃至多个影像。这绝不是说镜面直接变成了影像，不管镜面上的影像是产生还是消失，镜面本身则既无产生又无消失可言。广惠，你应当知道，统摄生命一切活动的深层心识，就像那湍急的水流，也像能样相万象的镜面，它是生命现象一切展开活动的依据。它的存在乃至使它显现心识表层的现实活动成为可能。当使视觉活动发生现实作用的内外条件成熟时，这时就会依据深层心识引发出视觉活动来。当时5种感觉功能发生现实作用的内外条件成熟时，就会有5种感觉活动同时展开出来。广惠，正如前面所说，如果菩萨们根据因果作用的道理来观察心灵世界的结构，他们认识到精神活动的一切展开都被深层心识统摄着。由于深层心识的统摄功能，一切表层心识的现实运作才有可能到此地步。可以说，菩萨对精神活动的结构已经极其透彻的理解。然而，这些真理相应的觉者们并不承认到此地步就可以把它叫做彻底解了精神奥秘的修行人。广惠，如果那些菩萨在修行生活里确确实实再也不执着于深层心识的统摄作用，不执着于那些统摄心识的存在，不执着于藏识的作用，也不执着于藏识的存在，不执着于深层心识引发表层心识的作用，也不执着于这个心识活动展开的依据者之存在，也不执着于深层心识储藏生命活动潜能的作用，不执着于视觉的作用，也不执着于视觉功能的存在，不执着于听觉的作用，也不执着于听觉功能的存在，不执着于嗅觉的作用，也不执着于嗅觉功能的存在，不执着于味觉的作用，也不执着于味觉功能的存在，不执着于触觉的作用，也不执着于触觉功能的存在，不执着于意识的作用，也不执着于意识功能的存在。到此地步，修行人就已经彻底认识了真理。那与真理相应的觉者，根据菩萨在修学上的这种进步，就说他们已经透彻领悟了精神世界的奥秘。我就是根据这一点才成立一类菩萨，说这类菩萨已经完全洞彻了心灵世界的奥妙。当时佛陀想把以上教法中的道理用极为简略的语言概括起来，以便于一般人记忆和掌握，就说了下面的寄颂。他说，那统摄生命活动的深层心识尤为难观，它储存着生命活动的一切潜能，它自身虽然变动不居，却又持续稳定，维持着生命现象的统一。就像那湍急的水流，虽然浪花四溅，但却从无间断。对于一切众生，我不敢把精神结构中的这一层次直接揭示出来，因为他们将会执着于深层心识的存在，把它看成生命内部的自我和主宰。大家好，这期视频内容就先讲这一段，后面的内容呢是另外一位大菩萨请问佛陀的。如果大家想继续收看，请积极反馈，我们下期再见。